知晓了祥平为这群孩子所做的一切，迪亚兹的心境理所当然会发生转变。换作是我也会改变啊！一者震惊的消息传开，大都会队的绝对守护神艾德温·迪亚兹与道奇队签约。这是一份3年107亿日元，创下后援投手史上最高年薪纪录的合约。听说大都会队也曾拼命留人，甚至开出了更高的金额，但迪亚兹最终选择了道奇队。虽然他在记者会上表示是因为这是一个能赢球的体系，也提到弟弟亚历克西斯和赫南德兹都跟他说过道奇队是最棒的，但我知道另一个理由，那是5个月前在亚特兰大明星赛时，大谷翔平对迪亚兹儿子们所做的事，以及随后寄搭的一个箱子。听完这个故事，你们一定也会心服口服。迪亚兹有3个儿子，长子贾赫尔，次子塞巴斯蒂安，还有幺子路卡斯。这群孩子全都是大谷的超级铁粉。虽然父亲是大都会队的守护神，但儿子们心目中最崇拜的球员却是竞争对手球队的大谷翔平。老实说，作为父亲的心情肯定很复杂吧。不过，只要知道翔平为这些孩子做了什么，迪亚兹的心情也会改变，我也会变，谁都会变的。今天就让我来聊聊这段往事。那是2025年7月，亚特兰大美国职棒大联盟明星赛的舞台。迪亚兹第3次入选明星赛，他本季出赛62场，拿下28次救援成功，防御率仅有 1.63， 是夺下联盟最优秀投手奖的男人。理所当然，家人也一起来到了亚特兰大，包括妻子娜莎莉和儿子们。明星赛不只是球员的庆典，更是家人能一同参与的盛事。迪亚兹一家穿着成套的绿色西装走上红地毯，在媒体间引起热议。父亲与儿子们穿着同色西装走红毯的模样简直帅呆了。社群媒体上全是迪亚兹的儿子跟爸爸长得一模一样这类的评论。然而，儿子们心里却有着别的想法。爸爸，能见到翔平吗？据说贾赫尔和塞巴斯蒂安一直反复问着这句话。试想一下，明星赛集结了各路巨星，有贾吉、索托，还有阿库尼亚，但孩子们想见的唯独大谷翔平一人。迪亚斯当时心里应该很五味杂陈吧？明明自己也是入选明星赛的一流球员，儿子们却更迷恋大谷。即便如此，迪亚斯还是想实现儿子们的愿望。全垒打大赛那天，球场内有个只有相关人士能进入的区域。迪亚兹带着儿子们走向那里。当时大谷正戴着国联球帽，穿着蓝色球衣，坐在板凳区观看全垒打大赛。孩子们见到大谷的瞬间，据说整个人都僵住了。一直以来在电视上看了无数次的偶像就在眼前。迪亚兹开口搭话了：“翔平，不好意思，能请你跟他们拍张照吗？儿子们都是你的超级粉丝。”大谷立刻站起身，丝毫没有露出任何不耐烦的神色。他爽快地说：“当然没问题。”接着站在孩子们中间，左右手各搂着贾赫尔和塞巴斯蒂安，对着镜头露出灿烂的笑容。孩子们笑得合不拢嘴，脸蛋因为紧张和兴奋而长得通红。但大谷的神对应还没结束。拍完照后，大谷轻轻地摸了摸孩子们的头，问道：“喜欢棒球吗？”儿子们拼命点头。大谷又摸了一次他们的头，说：“要加油哦。”娜莎里用手机录下了这一幕，并在社群软体的限时动态分享，还写下“居然还摸了摸头”。这则听闻立刻成为话题，连大都会当地的转播频道都报道了这张合照。粉丝们纷纷感叹：翔平果然是最棒的，对对手球队的小孩也这么温柔。迪亚兹的儿子太可爱了。但我注意到的是另一件事。迪亚兹在明星赛期间与许多球员交流，也拍了很多全家福，但娜莎莉的社群软体上却完全没有放上与其他球员的合照，唯独与大谷的合照，那是多么特别的存在。对儿子们，对娜莎莉，甚至对迪亚斯本人来说，大谷翔平这个男人仅仅用了几分钟就虏获了人心。拍照、摸头、鼓励，这看似简单，但有多少球星能做到这种地步？
身为明星赛主角级的球员，对竞争对手的小孩展现出如此真挚的温柔，而且完全不求回报。这一天，大谷翔平的存在已深刻烙印在迪亚斯一家的心中。但故事还没结束，明星赛结束几周后，一个包裹送到了迪亚兹家。当时赛季进入后半段，迪亚兹也回到了大都会队的投手丘，继续累积胜场。而明星赛的经历已成为全家人珍贵的回忆。儿子们每天都在看大谷的照片，还说着明年明星赛还能再见面吧之类的话。某天，一个巨大的纸箱寄到了迪亚兹家。纳莎莉看到寄件人姓名时，不禁倒抽一口气。埃德文，快过来！原本在客厅休息的迪亚兹跑到玄关，看着箱子上的名字，也瞪大了眼睛。大谷翔平。为什么大谷翔平会寄东西过来？迪亚兹谨慎地开箱，里面竟然是2件小尺寸的洛杉矶道奇队球衣，背号是大谷的17号，而且上面还有大谷本人的亲笔签名，尺寸正好是和贾赫尔和塞巴斯蒂安。这是给我们的吗？儿子们眼睛发亮地问道。迪亚兹只能点头。箱子里不止球衣，最深处还有2个印有品牌标志的小朋友用棒球手套。那是大谷代言的品牌，也就是他曾捐赠6万个手套给日本小学的那个品牌。手套的尺寸居然也完美符合长男与次男的手掌大小，简直就像大谷了解他们的一切一样。迪亚兹愣在原地，在明星赛见面不过短短几分钟，仅仅是拍照跟寒暄几句。在那么短的时间内，大谷难道就观察了儿子们的年龄与体格吗？然后还特地挑选了合适的球衣与手套寄过来。一般人会做到这种程度吗？迪亚兹的心情很复杂，有喜悦，有惊讶，还有一点点身为父亲的挫败感。身为父亲，看到有人做得如此完美，心里难免不是滋味。自己平时也买很多东西给儿子，但大谷送的礼物却是不同层次的意义。即便如此，感谢之情还是远超出了不甘心。儿子们兴奋到不行，从收到那天起，每天都想穿那件球衣。爸爸，今天可以穿翔平的球衣吗？你都连穿3天了，偶尔也洗一下吧。据说每天都在上演这样的对话。手套也成了孩子们的宝物，在庭院玩传接球时，一定要用那个手套。对孩子们来说，用大谷送的手套打球是多么特别的事。纳莎莉这次没有将这件事发在社群媒体上，后续是因为太过私密，她选择默默珍藏这份感动。丈夫是大都会队的守护神，大谷是道奇队的超级巨星，2人是竞争对手。通常明星在见过面，握个手，说声场上见就结束了，但大谷不同，他特地为对手的孩子准备礼物，亲笔签名球衣，还挑选合适尺寸。这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球迷服务，而是身为一个人对于对方家庭的尊重。纳莎莉后来曾说过，大谷先生明明是丈夫的劲敌，却让儿子们这么开心。迪亚兹一定也是同样的心情。作为球员，他与大谷对决过无数次，有被打安打的时候，也有压制对方的时候。在场上，他们是对手；但场外，家人受到如此体贴的对待，除了尊敬与感谢，还能有什么？换作是我，一定会想，如果能跟这个人当队友，那该有多棒。虽然不知道迪亚兹是否当时就这么想，但这件事肯定深深打动了他。5个月后，迪亚兹成为自由球员，大都会队拼命挽留，但迪亚兹最终选择了道奇队。虽然他在记者会上说是为了赢球体系，但我认为从那个箱子寄达的那天起，迪亚兹心中的答案或许就已经揭晓了。2025年12月9日，迪亚兹与道奇队达成签约协议的消息传遍全世界，3年6900万美元，相当于约107亿日元，这是后援投手史上最高平均年薪。大都会队并非没诚意，甚至有报道说开出了更高的金额。那里是他效力了7年的老东家，深受球迷喜爱。但迪亚兹选了道奇。他在入盟记者会上说，道奇是一个能赢球的组织，我弟弟亚历克西斯和赫南德兹都跟我说过这里很棒。能赢球的组织确实如此。
道奇队在2024年与2025年完成连霸，现在正瞄准3连霸。但理由真的仅此而已吗？在迪亚兹入团的消息公布后，道奇队专门媒体分享了那张明星赛大谷与迪亚兹儿子们的合照，配文写着“早点建立联系总是很重要的”。球迷们立刻热烈回应：“大谷是球探吗？祥平是不是兼任总经理了？”那张照片原来是伏笔呀！当然，这只是粉丝们的玩笑话，毕竟不可能只因为一张照片就决定107亿日元的合约。但我认为，人的决断往往不是单一理由构成的，而是许多大大小小的因素堆叠，最终成为最后推100的力量。道奇队是强队，他被寄予厚望成为牛棚支柱。洛杉矶这座城市很有魅力，这些肯定都是真的。但或许在他内心深处，也曾想过，能和儿子们最喜欢的球员一起打球。入团公布后的隔天，道奇队官方社群软体分享了迪亚兹全家的照片。妻子纳莎莉与3个儿子全部穿着道奇蓝的衣服，对着镜头灿笑。大谷翔平也按了赞。粉丝们很快就发现了，翔平也很欢迎他们呢。儿子长得跟爸爸一模一样，这些孩子是大谷粉，一定超开心的。迪亚兹的儿子们已经换上了道奇球衣，背号不是17号，而是父亲的新背号3号。迪亚兹将背号从39号改为3号。他说这是为了3个儿子。迪亚兹就是这样一个重视家庭的男人。大谷翔平不只是用球棒和球在竞争，他对竞争对手的孩子展现出相同的温柔，拍照、摸头，事后送礼。正因为他是这样的人，才受到全世界的爱戴。正因为他是这样的人，最强的选手才会聚集到他身边。明年当迪亚兹站上投手丘时，那首号角曲《Knuckle》将会在道奇体育场响起。9局下半，道奇队领先，灯光转暗，前奏缓缓升起。那一刻，在看台的某处，一定会有2个少年站起身，怀里紧抱着大谷送给他们的手套。